韩美日在外围威慑能起到多大作用？欧洲两大重要人物直接被请进来，中国这波出击很不一般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近期太平洋地区接连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。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美日韩举行联合演习一事。早在演习开始之前，美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就开始频繁炒作，先是闯入南海，在南海地区持续活动，而后又北上闯入东海，持续进行威慑动作。据了解，这是美日韩时隔6个月之后再一次实施反潜联演，意义特殊。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，此次演习是为了应对所谓的半岛局势紧张。韩国这么想无可厚非，但恐怕美国的心思并没有这么单纯。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，都是美国第一岛链遏制计划中的关键一员。费尽心思将日韩集结起来，美国就绝不会是为了应对一个小小的半岛局势。显而易见，中国是美国率先考量的因素。美日韩举行联合反潜演习，大大提升了三国协同作战以及情报共享能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美日韩再怎么蹦跶，终究是在中国外围，能起到的威慑力实在是有限。按照当前的日程表，美日韩刚在中国外围蹦跶完，后脚欧洲就要开启访华旅程。近期，欧洲掀起了一阵访华热潮。经中国外交部证实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同期访华，开始的时间恰好排在美日韩军演结束之后，时间点如此巧妙，究竟有何耐人寻味的地方？首先，这两个动作一前一后进行，对比十分明显。美国集结日本、韩国在印太地区举行军演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挑衅行径。而欧洲对华访问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求合作的一种典型表现。用媒体的话说，中欧将携手一道应对全球挑战，为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的能量。往更深层次的地方说，美日韩在外围对华进行威慑，欧洲却被直接请到中国，这又说明了什么？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在欧洲的影响力都非同一般，在美国胁迫欧洲对华脱钩的背景下，两位大人物同期访华，本质上就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叛。当然，马克龙这次是应邀访华，而冯德莱恩是应马克龙的邀约，这体现了中国对中欧关系的重视。而从中美对抗的角度出发，中国的这一邀请也是在变相反击霸权，这很好理解。欧洲盟友是美国霸权阵营中的关键力量，甚至于欧洲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大国对抗的最终走向。如今欧洲同中国坐上同一桌，美国当然会万分紧张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国这波出击就很不一般。相比于美国而言，中方的行动看起来温和，实则杀伤力更大。因为美国的动作除了表面威风外，实则起不到一点作用。而中国通过深化中欧合作，则可以达到分化美国盟友阵营的目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